在漫长的中国历史社会中，男性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要讲述女性和色彩的故事，在正史里很难找到正确答案。但对女性而言，色彩是陪她们走过人生的亲密伙伴。在厚重的文明之下，女性的色彩曾经开出怎样灵动的花？强紫外线环境下，防晒是人的基本生存需求。白马正在为今天的外出做准备。他和弟弟要把家里的牦牛赶到念青唐古拉山脚下的冬季牧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是海拔5000米高原上的暴晒之旅。白马脸上用于防晒的赭红色妆容，早在中国唐诗中就有记载，它被称为赭面。赭是什么？往大了说，地球就是铁氧化物构成的赭红星球。人类从地球上寻找到的第一种颜料就是赭。赭石能够提供黄、红、棕之间丰富的色调。从赭开始，我们建立起五彩斑斓的世界。不过，白马脸上的赭色来自一种更家常的材料。节日快到了，白马要给闺蜜们做一批新的面糕。提取过酥油和奶渣的牛奶，经过4个小时的加热，发生美拉德反应，它变成粘稠的赭红色膏体，当地叫安达。食物中的美拉德反应会刺激大脑中的多巴胺飙升。在生活里，美拉德色也是一种让人产生快乐的色彩。色彩带给女孩子们的诱惑，也让安达不再是单纯的防晒用品。导演接到白马的邀请，参加女孩子们的聚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很好奇，为什么这种颜色
让他们格外着迷。从前，一个牧女的世界并不大。我想，是不是色彩为他们带来了创造的乐趣？让酥油变成腮红，让牛奶化作面妆，让它成为不太一样的自己。在文化往来频繁的唐代，涂着褶面的吐蕃人曾经将这股时尚带到了长安，贵妇们争相模仿并加以改造，也有士大夫认为这是离经叛道。今天，古老的妆容再度成为流量密码。这场时尚轮回跨越千年，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历史上，跟随着手工艺品贸易，色彩能够跨越遥远的地理屏障，让人们看见彼此的生活。高原的居民将赭色涂抹在脸上和建筑上，最初是为了威慑邪祟，在严酷的自然中生存。后来，它为什么成为女性喜爱的颜色呢？沐浴节，白马和伙伴们到河边洗漱欢聚。当白马洗去面妆，赭红依旧是它皮肤的底色。或许姑娘们心中都藏着一抹赭色的冲动，那是在大地上生活的人充满生命力的模样。女性天生对色彩更敏感。色彩是否也重塑了他们？二者携手同行的这趟旅途，曾经抵达过非常遥远的地方。新年的山形县，大雪持续了几天。我们来到染匠九子的家，这里保存了一种来自中国的传统工艺。每年只在最冷的时候，九子才会取出干制的红色花饼，里面沉睡着一种羞怯的颜色。九子和哥哥需要用些手段。草木灰的碱水和酸性的乌梅汁，通过酸碱溶液的萃取，可以把颜色唤醒。
当花瓣里颜色诞生的时候，九子告诉我们，这是来自夏天的生命。盛夏，距离九子家4000多公里，大地一片金红。高饱和度的色彩在古代是稀缺资源，而红花恰好能提供艳丽的正红色。红花在汉代从西域进入中国，它染出的色彩备受青睐，缔造了红花颜色眼牵花的盛唐之红。整个东亚都拜在红花的石榴裙下，它和中国服饰文化也传到了日本。这朵花于是开在了九子的家乡。山形は紅花が特産っていうことと、あと家業の染色業。作品ってなんだろうなって思います。入れ込みながら仕事してるんだけども、だからその通り作ることが職人だ。こう目が見えなくても手仕事っていうのは感覚でこうできるんだよね。要判断红是否做好染色准备，九子习惯用舌头品尝。これで1回目。水红、银红、莲红、桃红、真红，中国人曾经用红花创造出仪态万千的红。但焦红的色素对温度非常敏感，高温会加速氧化分解。传统的染织工艺要选在寒冷的季节进行。染成后的红花，一改娇羞敏感的性格，绽放出强大的能量。即使在昏暗的室内，红花染织物依然有强烈的存在感。这种独特的鲜亮来自红花在强日晒环境下储存的荧光物质。有生命的植物馈赠给人们有生命的颜色。红花染成淡妆浓抹的红，让人们感叹青春和岁月的珍贵。因此，这朵花开在了整个东亚地区女性的嫁衣、胭脂、石榴裙上，开在她们重要的人生时刻。
私が20歳の時に成人式に来た時は、なんかまだしっくりこなくって、まあこうして十数年ぶりに今やっとこの振袖にこう自分の内面が合ってきたかな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す。今天，许多传统色已经退隐江湖。不过，当它们偶然出现，那些无声的意味，总有人心领神会。从爱看宫廷剧的朋友那儿，我听说有一种贵妇级色号翠色正在流行。翠，我的第一反应是翠花，它可能和杏花、春花一样，带着乡土气息的亲切。在河北农村看戏，我们结识了一位给戏班子帮忙的师傅。哎，龙哥，化妆呀？这条件这一推荐快，这个就一道铁丝一帮子行。你感觉行吗？感觉怎么样？这力度够了吧？李师傅开玩笑说，想看翠花，他家里有的是。翠花究竟是村里姑娘还是宫中贵妇？借此机会，我们想探访她的前世今生。蓝绿色的小翅膀、小尾巴，是一种古代女性冠帽的零部件样稿。就像今天的人喜爱首饰和包包，古代的女孩子也喜欢用头上的配饰装扮自己。李师傅从事的戏曲盔头手艺，保留着古人头上的身份讲究。我们上门拜访的时候，李师傅正在制作娘娘戴的凤冠。做一顶凤冠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你卖的这点钱呢，你还不如出去打工，人家挣得多呢。但是呢，这我们这个就是有一点优势呢，就是守家在地，守着老婆孩子，风吹不着，雨煞不着。保定乡下，一些家庭几代人给京剧演员做盔头，也把京城的色彩留在了乡间。你认识吗？这什么颜色呀？蓝色。这是宝蓝，你说。宝蓝。对，这是蓝。湖蓝。湖蓝。对，你真牛。这样啊，这温度在40、50度的行。行。比湖蓝更深，比宝蓝更浅。李师傅教儿子染的是凤冠上最重要的翠色。为什么中国成语有翠色欲滴这个说法？因为我们认为翠捕捉住了光。翠色的独特光泽感来自一种鸟类。
谈中国传统色，无法抛开材质。翠鸟羽毛特殊的物理结构，类似孔雀羽，色彩会因为光线角度产生变化。战国时期，人们就在用翠羽制作装饰，后来发展出了名为点翠花的工艺。灵犀一笔，用丝绸光泽的羽毛搭配金饰、珍珠、宝石，满头珠翠，在古代是象征女性高贵身份最铺张的颜色。后来，宫里的翠花们跟随一出出好戏登上舞台，也走进了老百姓的心里。这只绸缎点成的小鸟，在李师傅这样的盔头工匠手里，再也不是笼中之物。平凡的纸壳、铅丝、银箔都被翠色点亮，它即将成为戏曲表演中灵巧与美的桂冠。翠曾经象征身份地位的颜色，它在历史舞台上耀眼地存在过，也随一个时代的谢幕剥落了所携带的规制束缚。今天，它代表的那种自然灵性的美，并没有远去，只是沉睡在一段段故事里，等待着下一场观众。色彩与视觉感受是个复杂的艺术审美过程，这个话题太过深奥，不如我们先聊一聊看这件事情本身。洪阿姨正在做的是一项叫千金的纺织工序。这些蚕丝将通过经纬相交的形式制作成一种传统高级丝织品。它给观看色彩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我今年做了8个年头了，祖传是做这个行业的。洪阿姨做了一辈子的就是丝织品绫罗绸缎中的那个罗。那我先生是他们的老师，我们一个厂好像一个大家庭，大家都跟这家人一样的。
罗的气质和华丽闪耀的绸缎有点不同，经线之间相互绞缠，这是罗独有的绞经结构。根据绞经的方式，洪阿姨他们还会区分2经绞、3经绞、4经绞罗。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天罗地网这个词的具象化。复杂的牛角结构让罗极度柔软轻薄，还在织物上留下了无数透气的孔隙。透过罗，我们看见了一个半透明的世界。从辛追夫人的素纱单衣，到唐宋美人的纱罗飘飘，说起透视装，中国古代女性的前卫比今天的人毫不逊色。那这和我们要聊的色彩与女性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苏杭地区拍摄时，我们镜头里的画面因为空气中的水汽云雾变得色调柔和。同样的原理，色彩也会受到材质结构的影响。在罗的丝线之间，光会发生散射，桀骜的绛红色会被罗降服，即将化身为更加朦胧的绛纱色。绛红色的高粱上赠蒸馏，也会褪去锋芒，保留绵柔口感的同时，却不失稳健筋骨。这是中国人感知世界的滤镜，可以是一种朦胧之美，也可以是一缕似有若无的香。这个是花螺，对，这可以稍微明显一点花螺啊。我们这个是传统的老传统的一种织法，编织法，是一般的地方是做不到的。江南自古就是富庶之地，苏杭的织娘自豪地认为，女人的衣服不可以一成不变。他们用花镂机在罗上织出暗花、妆花，不仅带来色彩的错落，更雕刻下光影的层次。穿上这样的衣服，如梦似幻。就像一切中国艺术那样，讲究虚实、藏露、留白。隔帘看月，隔水看花，透过丰富的多义性，用色彩实现对美的理解和表达。这个也舍不得穿，舍不得穿，是。那你穿真好看。女性的色号可以是娱乐，可以是自我表达。把亲手创造的美送给自己，
有点。把文字之外的文明穿戴在身上。是，都现在肯定1万个一个小区域吧，肯定我们都可以接受给单纯啊。成为自己是一场有些孤独的远行，幸好还有色彩，做他最亲密的旅伴。